徐奶爸一句话就让福宝乖乖干饭，老父亲和乖女儿的默契度还在不断上升。是吧？过来，乖乖。2选1，选一个，选哪个？奶爸对福宝的称呼还真没重样过，前几天还是捣蛋小淑女，如今又成了老徐口中的乖乖。他深知福宝亲人聪明的性格，即便投喂个零食也让对方2选1，给了宝贝闺女满满的尊重感。要知道刚回国时的福宝焦躁不安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整天除了打滚就是打滚。奶爸为拉近父女俩的关系，一言不合就上手撸熊。一般情况下，和动物走当中的时候，摸鼻子是一种比较友好的感觉。来，虽然一人一熊已经建立信任，但徐奶爸还是放心不下宝贝闺女。平日里不是上山砍竹子，就是亲手帮孩子按摩后背。宝贝出外场之前，他还要百般叮嘱。马上要出去耍了，要和大家见面了。现在啥心情啊？即便福猪猪看到粉丝一点也不社恐，一整天都上蹿下跳的疯玩，可奶爸还是守在不远处，这是生怕有不良游客伤害自家宝贝吗？毕竟他早就将福宝当成亲闺女。他有3岁多，我38级了，所以现在要叫他小福。当福宝背靠着小门乖乖干饭的时候，徐奶爸也要深情盯着对方，还特意拿出相机记录下宝贝闺女的背影，这就是专属于老父亲的偏爱吧。而奶爸给福猪猪加餐的时候，一转头看见对方翘首以盼的小眼神，就立马加快速度，还一路小跑冲回内舍，只是为了给小家伙开门干饭。正因为奶爸的百般爱护，也让一向调皮的福宝懂事起来。只要奶爸呼唤自己，不管这小妞干什么也要回家。最好笑的是福宝完全信任奶爸，结果一而再再而三被老徐骗吃驱虫药，他满面笑意蹦蹦跳跳回家，没想到一出门就开始口吐白沫。有次奶爸在外场打扫卫生，即便福猪猪还在内舍被铁栏杆挡，他也要化身监工陪着对方干活。难怪都说女儿是老父亲的小棉袄，已经完全依赖奶爸的福宝，还会主动拉住徐奶爸表达爱意。有一个小动作，偶尔他会手伸出来。福宝得知老徐忙活着扫地的时候，一向懂事的他也得搭把手，只可惜好心办坏事工具都打翻了。喊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吗？遇到徐奶爸的福宝真的很幸运，毕竟他可是最懂宝贝闺女的饲养员。没想到小白天也有被奶爸拿捏的一天，父女俩相爱相杀有多好笑。中秋佳节，滚滚们也开始吃月饼。然而北洞饲养员主打一个坑娃，拿着一块带花纹的窝窝头就来糊弄熊。小白天见状偷偷扔掉假月饼，办完坏事还满脸心虚的四处张望，结果一回头就看到面面拿手机偷拍，早就记录下这小妞的罪行了。被霸凌多年的面面奶爸总算是打赢了一仗，毕竟小白天十分傲娇，不吃窝窝头还强迫他捏肩吻脚。相比之下，雷达奶爸被灵岩挂网上，绝对是他自己作出来的。胖岩只是趴地上呼呼大睡，调皮的老父亲也得损好大儿几句。哎呦，你看这个肚子，待产的小母猪。难怪这小子忍无可忍，开始反抗。有次灵岩在外场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奶爸非要往枪口上撞，喊对方回家，气得胖岩将脑壳塞进秋千里装听不见。雷达奶爸这才意识到自己彻底得罪熊了。冤枉，你别那么塞住，快点！听不见，听不见。而在坑娃的赛道上，蔓越莓的杨奶爸绝对是榜上有名。小家伙刚要挑战独木桥，就因为奶爸漫不经心的一个蹦跶，连人带熊全都摔得四脚朝天。这天奶爸哄着好蛋儿玩秋千，本以为老杨终于靠谱了，结果蔓越莓还没起飞就摔倒。宝贝内心 OS 这粗糙的父爱不要也罢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奶爸骗孩子，大半夜拿着手电筒让蔓越莓抓光，只能逮不能啃，20个那家伙。说好的送盆盆奶到最后一点没兑现，只能说蔓越莓下跪坑爹有迹可循。而小奇迹为了拿捏奶爸有800个心眼，当对方喊其他小熊名字时，生胖气的仔仔直接拆家，搞得整个外场都是一片狼藉。奶爸只好灰溜溜去外场收拾残局，还主动拿来笋笋给好蛋儿加餐，还有欺负外公的余爱。这小妞浑身上下全是心眼子，上一秒还跟着外公酷酷跑，结果因为追不上对方现场碰瓷，还好对方跑得快，要不然就被宝贝孙女赖上了。而喜乐和冯奶爸更是一对活宝，这小妞整天欺负奶爸，对方好不容易请假，他把人家叫回来，气得小冯翻过栏杆就开骂。什么意思？这没有他没错，这是个熊啊！这比他妈多2块钱穷是吗？别看父女俩此时剑拔弩张的，听到游客吐槽闺女颜值，冯奶爸别提有多护犊子了。还短，他是说了。熊猫和饲养员相处日常别太好笑，这分明就是相爱相杀的一家人。来大熊猫饲养员们也难逃上班定律，果然人一染上班味就会变得十分憔悴。一向颜控的闲闲仔终于迎来高颜值奶爸，
小家伙彻底被新奶爸迷倒了。即便对方在摔竹子，他也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对方。看奶爸这清爽的发型、干净的眼神，一看就是没有被毒打过的大学生。还有于可于爱的新奶爸，因为长得太嫩，甚至被网友戏称在备战高考。别看奶爸此时满脸笑意，干活也有劲，就是不知道他1年后还会不会这样想。毕竟北洞的奶爸奶妈就是反面例子。要知道有一种工商叫养熊猫，这是黄连奶爸非常有发言权。从仪仗队到全网第1刻板奶爸，黄连奶爸的人生轨迹可是场戏剧性的转折，而这都是拜北洞的小祖宗们所赐。尤其是食物链顶端的蒙太后，黄连奶爸带着御医来给蒙太后打针。蒙太后看了一眼御医，然后黄连连忙把窝窝头奉上，御医赶快趁机不备给萌萌扎上针。感觉不舒服的萌萌立马给了黄连一巴掌。黄连他打的针，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黄连奶爸是蒙太后的出气包实锤了。有次黄连喂蒙太后吃窝窝头，没忍住顺手摸了下她的大脸盘子，忍无可忍的萌萌立马给他个回礼，内心 OS 小黄连你胆子肥了呀，还没动手就吓得奶爸一溜烟跑远了。萌萌果真是把黄连奶爸拿捏得死死的，在萌萌坚持不懈的霸凌下，黄连奶爸终于蹲上了局子。和黄连奶爸惨的不相上下的还有面面奶爸，他照顾的小白天可是北洞有名的犟种，不把他伺候好了，姑奶奶一口窝窝头都不会吃，小眼睛一斜一副爱咋咋地的样子。可怜的面面奶爸只能一脸无奈地蹲在地上。在小白天的照顾下，面面奶爸成功晋级为流浪汉。你到底什么时候下来？面面奶爸完美诠释了打工人上下班的精神状态。果然上班催人老，上班老大爷，下班小伙子。来的时候挺帅气的，走的时候回不去了。而张奶爸可是一名风度翩翩的少年，还有北洞潘粤明的称号。但自从照料大熊猫后，他就变得越发憔悴，这黑眼圈比小白天的都要重。乍一看还以为被关起来的是奶爸。北洞的饲养员一个接一个憔悴，不知道虫洞的新奶爸何时会走上老路。王小五就是天生吃搞笑熊这碗饭的吧？1岁多的年纪就开始戴假牙了。这天外公给小外孙拿来冰块降暑，只想着吃的他对着冰块就是一顿乱咬，啃成小块后塞在嘴里还出不来了。知道的是王小五啥都要尝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小老头戴假牙呢。只能说这小子还是太全面了。自从他出道营业后，每周一个新笑料，这个大孝子昨天还把亲娘拒之门外了。盲仔本来带着儿子在外场玩，一转眼就看到小五回家锁门。小家伙还得意洋洋看着对方，老妈你就在外面上班养我吧。光看盲仔怒气冲冲的背影，就知道他有多想打家里的逆子了。不仅如此，当盲仔在外场拉青团时，调皮的小五直接冲上去，一把捂住屁股不让妈妈拉，这贱兮兮的小表情一看就是故意的。这小子明知道盲仔脾气不好，还经常在老妈雷点上疯狂蹦迪。宝贝不是追着盲仔要骑马，就是一屁股坐老妈头上耍赖皮。当盲仔靠着树美美吃播时，小五居然直接踩着妈妈的头上树，还坐在对方身上蹦来蹦去的。他这是把亲妈当成弹簧床了。果然小五每顿打都不是白挨的。别家小熊的技能不是1字马，就是有着功夫熊猫同框的拳法，而莽小五的特殊技能却是放屁。这小子不仅能扭着屁股放，还能趴着放屁、抬脚放屁，就连倒立放屁都能欠身上拿捏。谁家小熊排气的姿势妖娆多姿？宝贝之前还因为飞机被撤掉，直接抱着树嚎啕大哭，结果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把自己哭倒了。奶爸奶妈又送来豪华敞篷跑车，结果小五还没当几天少爷，又因为下雨被工作人员拉走检修，没几天家里又安上了超大滑梯。可忙小五还没来得及玩，就被他的母上大人给啃得稀巴烂。本以为敞篷跑车送过来后，连着失去一大堆家产的他能开心点，可小五自己的专属厕所也没了。难怪都说这小子总是在一夜暴富和一贫如洗当中来回切换。而身为大将种的忙小五，玩个秋千也是满满的笑料。宝贝本想扒拉着绳子翻上去，结果脚底一滑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摔下去了。即便是翻车，小五也不改变姿势，内心 OS 我天生不是服输的熊。这天莽小五不小心在木架上摔倒，姨姨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这小子就上演1秒变脸，心想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莽小五真的是自带笑料的熊猫，估计这小子长大后会和林妍一个赛道。难怪飞云能成为熊猫界的顶流。身为大明星的萌妹超会宠粉营业，原本还在大口干饭的飞云，看到姨姨掏出相机后立马乖乖配合，她甚至还不忘眨巴眨巴眼卖萌撒娇。作为出道多年的顶流，这小妞还能瞬间找到镜头的位置，上一秒还在歪头看风景的她，听到咔嚓声后立马转头看向姨姨们。别家小熊吃个窝窝头满身都是碎渣，可飞云干饭永远都是优雅的，拿食物的时候小心翼翼，宝贝咬下去的那一刻眼睛都亮了。只是吃个饭就把姨姨们迷得神魂颠倒，更别提飞云撒娇吐舌头了，现场的粉丝都忍不住夹子音夸孩子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而飞云靠盛世美颜让饲养员双标，金虎和妙音干坏事的时候，不是被奶妈吐槽就是挨训，可飞云捣蛋却获得清一色的彩虹屁。哎呀妈呀，你还要往上爬呀？试探。哎妈呀，最聪明的。即便这小妞弄坏一个遮阳棚，也能靠治愈的笑脸，让凶巴巴的奶爸舍不得训闺女。
奶爸喊他了，他听见了，还笑呢，大姨笑了。如果美貌有罪的话，估计飞云早就被判无期徒刑了吧？这小妞不仅用美貌治愈人心，她乖巧懂事的性格更让饲养员心软软。当奶妈去内舍看望闺女的时候，一句话就让飞云乖乖起身，宝贝还紧紧靠着栏杆，非要贴贴。这是谁呀，小赖家？啊，是飞云呐！哎呀，飞云呐！哎呀，好宝宝的。这小妞还是个妥妥的热心肠，身为国宝的她还经常帮奶妈干活，不用对方使唤就主动拽竹子，饲养员递一根大美云就拿一根，难怪奶妈都忍不住拉踩金虎夸飞云懂事。飞云自己吃饭，你看吃的多好，这小孩吃的啊！哎呀，好孩子的，乖的啊！哎呀，比金虎乖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性格温柔的飞云还让奶妈随便摸，每次被撸熊都是乖乖配合。到底是谁造谣这小妞脾气不好的？萌妹在奶爸面前也是个乖宝宝。这天飞云正在外场捣乱，直接用大脑壳顶起来木桩，吓得奶爸现场教育起来宝贝闺女。别砸头，别砸头！我说你不行了啊，你不能这么玩啊！木头掉了我倒不管，你砸头怎么办啊？换做其他脾气大的熊猫早就生胖起来，可这小妞却满脸认真听奶爸唠叨，像是在说我明白了，奶爸以后会懂事的。这让两脚兽怎么能不爱上他呢？只能说飞云讨人喜欢是有原因的。